大家好，欢迎观看北云科技产品介绍视频。今天由我们来为您介绍如何快速安装及使用北云组合导航系统 X1。话不多说，让我们马上开始吧。打开包装箱之后，您可以看到 X1 整机和配套线缆。X1 配备了3根线缆，电源线缆，一端为推拉自锁连接器，另一端为裸线。我们配备了直流电源头。通信线缆1，一端为单槽推拉自锁连接器，提供 COM1 通信端口，另一端为 DB9 和裸线，提供 PPS、Event 信号等。通信线缆2，一端为双槽推拉自锁连接器，提供 COM2 通信端口，另一端为 DB9 和裸线，提供 CAN 总线接口。我们为您配备了4颗 M5 螺钉，用于固定 X1。另外，您还需要用到以下这些配件：2个高精度天线，具体要求如图所示；2根连接天线与 X1 的同轴射频线缆。当然，您还需要一个电源，供电要求如图所示。大部分车载电源都可以满足此要求。另外，我们还需要笔记本电脑进行参数配置，以及一条 USB 转串口线，用于连接 X1 与电脑，1分2、1分4都可以。如果使用网口接收差分数据，您还需要用到网线。除笔记本电脑外，以上这些配件我们都可以统一为您提供，您可以在购买时选购。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安装环节吧。首先，我们进行 GNSS 天线的安装。X1 支持单天线与双天线模式，我们推荐使用双天线模式，并支持前后和左右2种安装方式。本次视频采用前后安装，如果您需要使用其他安装方式，可参考用户手册。请注意，首次安装天线时，请选择开阔无遮挡的环境。天线要与载体刚性固定，确保在载体移动时，天线不会晃动。推荐双天线距离在1到2米之间。双天线基线建议与载体前进的方向保持一致。如果您选择左右安装，则建议与载体前进方向垂直。好了，我们的天线就已经安装完成了。下一步，让我们进行 X1 整机的安装。X1 支持采用外轴朝前、后、左、右的安装方式，这里我们推荐外轴朝前。X1 也需刚性固定，并确保它与天线的相对位置固定不变。一旦 X1 位置发生变化，则需要重新测量杆臂。推荐安装在载体后部接近后轮轴的位置，且 X1 姿态与载体姿态保持一致。使用我们配备的 M5 螺钉，将 X1 与载体进行刚性固定。好了，我们的 X1 整机也已经安装完成了。接下来，我们需要连接线缆进行配置。首先，我们用同轴射频线缆连接天线与 X1 整机。要注意 ANT1 和 ANT2 所连接的天线处于载体的位置。后续我们进行参数配置时，要选择对应的连接关系。我们这里采用 ANT1 连接后天线、ANT2 连接前天线的连接方式。然后，我们进行通信线缆的连接。首先将 USB 转串口线与电脑连接，然后用通信线缆1的 DB9 接口连接1号串口线，另一端连接 X1 的 COM-M1 接口。推拉自锁连接器只需对准定位销后，轻轻推入，听到咔嚓声即表示连接稳定。再用同样的方式将通信线缆2与2号串口线和 X1 的 COM-M2 接口相连接。最后，我们再为 X1 接上提前准备好的电源。好了，现在我们所有的安装和连接就已经完成了。下面让我们检验一下链路是否成功连通。首先检查电源灯是否常亮，然后我们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查看端口。端口号从小到大分别对应1分2串口线的1到2号串口，
这里我们 X1 的 COM-M1 接口连接的是1号串口线，对应的串口号为 COM55。您在实际操作时可能不一样，以您实际的为准。然后我们打开串口调试软件，连接 X1 的 COM-M1 接口，选择刚刚确认的串口号，输入默认的串口配置。连接成功后，我们发送 log version 指令 ，X1 将返回以上语句，标注部分为 X1 的固件版本号，可能和您手上的设备版本号不同。成功收到这条语句，说明 X1 已经开始工作。如果未返回以上语句，请您重新检查所有的连接及以上操作步骤是否正确。接下来，我们再来确认一下 X1 整机的 GNSS 定位功能是否正常。首先，向 X1 发送输出定位信息语句的指令，确认 X1 的定位状态为单点解。然后，我们再将差分数据接入 X1 的 COM-M2 接口。关于差分数据的获取，不在此次视频的演示范围内。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可联系您的售后工程师。接入差分之后，确认 X1 的 GNSS 定位状态已经进入固定解。后面我们进行感臂测量和 RBV 校准时，都需要确保 X1 处于固定解状态。接下来，我们进行 X1 的天线感臂测量和设置。为了使您更好地理解和完成接下来的配置过程，有3个概念需要您提前了解一下：感臂、坐标系、RBV。您可以在 X1 用户手册上详细阅读了解。关于天线感臂的测量，这里我们利用双天线位置、辅助天线位置以及辅助天线在 X1 整机系的坐标值来推算双天线的感臂值。为此，我们专门设计了感臂计算软件 ByOffset。如果有条件，您还可以使用其他更精确的测量方法，如全站仪测量。首先，我们要获得双天线的 ENU 系位置均值，将其填入 ByOffset 中。先停止 COM1 口的输出，然后向 X1 的 COM1 口发送 log COM1 ENUAVR on time1 指令。X1 会输出 ENUAVR 语句，等待语句输出60秒，使输出结果稳定。然后我们停止语句输出，选择最后一条语句，将 ant1 在 ENU 系中的坐标填入 ByOffset 中 ant1 对应的位置，点击输入，将 ant2 在 ENU 系中的坐标填入 ant2 对应的位置，将载体的横滚角和俯仰角分别填入 row、pitch 对应的位置。然后我们发送 unlog 指令，停止 ENUAVR 语句输出，并断开 ant1 天线。接下来，让我们用另外一个天线来帮助我们测量双天线的感臂。首先，把该天线安装在一个便于测量且开阔无遮挡的位置，连接该天线至 ant1 口。然后我们用前面同样的方法确认 X1 的 GNSS 定位状态为固定解后，停止语句输出，发送 log COM1 ENUAVR on time1 指令，获得第3个天线的 ENU 系位置均值。同样等待语句输出60秒后，停止语句输出。再将该天线在 ENU 系中的坐标填入 ByOffset 中对应的位置。然后我们再来测量该天线在 X1 整机系中的坐标值。这里我们测得 Y 轴方向的坐标值为-1.69米， Z 轴方向的坐标值为0.165米加可顶距整机导航中心的0.0216米减天线可顶距天线相位中心的0.0115米，等于0.175米。X 轴方向的坐标值为-0.038米。接下来，我们把测量到的坐标值填入到 ByOffset 软件中。然后我们选择天线和 X1 对应的安装方式，
点击计算，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 X1 的双天线感臂和 RBV 值了。再停止 COM1 语句输出，复制配置指令，发送配置指令。然后再发送保存配置指令和重启指令，等待 X1 重启完成之后，感臂和 RBV 就在 X1 中生效了。如需查询感臂是否设置正确，可通过感臂和 RBV 查询指令进行。最后，记得拔下该辅助天线，将 ANT1 天线重新与 X1 连接。现在让车跑起来进行 RBV 校准吧。接下来，让我们开始 RBV 校准。校准之前，我们要再次确认 X1 处于固定解定位状态。确定为固定解状态之后，停止定位语句输出。然后，我们让载体开始运动，输入 RBV 校准指令。在校准过程中 ，ins converging 表示误差较大 ，insufficient speed 表示行驶速度太小 ，high rotation 表示转弯幅度过大。状态 calibrating 表示正在校准。当为 calibrated 时，表示校准完成，此时语句输出会停止。校准完成后，发送配置保存指令和重启指令，等待 X1 重启之后 ，RBV 校准就完成了。最后，我们再通过 X1 自检指令，确认 X1 是否已正常工作。确认完成后，关闭自检指令。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 X1 整机所有的安装及配置过程。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使用 X1 了。通过 COM1 串口发送相应的指令，输出您需要的语句，如 ins-pva-xa 语句可通过以上指令获得。其他语句的输出指令，您可以查阅 X1 用户手册获取。后续您每次使用 X1 时，刚接通电源后 ，X1 会处于 ins 功能未激活状态，需要通过 GNSS 固定解和双天线定向解进入 ins 静态对准完成状态。在正式导航之前 ，X1 仍需通过载体运动修正对准结果，使 X1 进入 ins solution good 状态。现在您可以开始使用 X1 穿越城市峡谷，感受前所未有的高精度定位了。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还有其他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